今天是2025年的11月5号，星期三。我们今天来讲一下美国地产四大赛道，就是风险和收益全解析。很多投资人都会问到一个问题：美国地产基金那么多，选项目时到底该看什么？答案就是先别急，看看回报率，先看赛道。因为不同类型的项目，风险和回报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我们来看地产投资领域四大赛道风险排序。第一赛道，土地开发，这是风险极高，但收益可能也是最大的。地产开发说白了就是生地变熟地，为什么说他们的风险大呢？第一，政府审批风险，比如土地用途变更、排污、水资源容量、交通承载能力、市政基础设施、环评等等，每一个环节都可能被议会、听公听会、社区居民拖延或否决，这是土地开发最大的黑箱。很多时候并不是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地方政府和社区打交道的事。第二，有时间的风险，审批下来常常要1到3年的时间，甚至更久。在这期间，市场什么变化都有可能发生，比如利率上升、经济衰退、需求下降等等。投资人资金只能被长期锁定，机会成本太高了。第三，市场对接的风险。土地开发通常并不是自己建房，而是把获得审批的土地卖给开发商。最大的不确定性就是能否在合适的时间找到接盘方，接盘方是否愿意出足够的价格呢？第四，资金的风险，土地不产生现金流，融资成本容易断裂。当然，如果顺利退出，利润可能超过25%，但失败概率也极高。适合资源极强、熟悉政商关系的开发商，普通投资人最好谨慎。第二条赛道就是房产的开发，这是多数华人最熟悉的领域，也是华人到美国第一站最想做的行业。总觉得买二手存量房没啥意思，不如自己开发小区，要么销售，要么自持。这个行业的不确定性会比土地开发少一些，最大的不确定性就是建筑材料成本、人工成本和市场周期的变化。开发商最核心的风险就是你开工的时候市场火热，需求旺，等你开发2到3年了，盖完准备销售或持有时，利率飙了，资本退了，租金跌了。这类开发商利润较高，一般在20%以上。适合人群就是有开发经验的华人或者投资机构投资人，熟悉建材、施工团队、融资结构的人。对普通投资人来说，这是最熟悉但并不容易赚钱的赛道，不要轻易下场。第三条的赛道就是增值的改造，这个赛道是大多数专业机构和高净值投资人入局的主战场。最大的风险是旧物业的翻修时可能会遇到结构问题和预算的超支，它的不确定性比新房开发要小一些。这个赛道的主要有2种翻修模式。第一种模式就是重度的翻修，也就是大修房子，有的甚至是推倒重来。
碰到过很多专业重度翻修的投资机构人，专门买那种被火烧掉、基本只剩框架的楼房重建，这个利润当然是很好了，但是它的年利率在20%以上。第二个翻修模式就是轻度的翻修，这类翻修周期短，手续简单，回报率在15%到20%左右。市场上很多基金都是轻度翻修的模式，因为风险小，一边出租一边翻修，也就是租客到批就翻修一个批次，根据市场接受的租金来翻修，出租和翻修风险都是可以控制的。翻修赛道适合追求中高回报、愿意承担一定施工的风险，但不想压太长期的投资人。第四条赛道就是投资资产，指的就是已经有租客、已经在运营的稳定的物业，买进来后不做任何的翻修，就是长期的持有，或者顺周期低买高卖。很多私募基金也喜欢这类投资，因为不做任何形式的改造，所以风险会很小，收益很稳定。一般收益在8%到15%不等。投资这类资产的核心技巧就是对租赁稳健的测算，也就是测算这个物业的租户是否长期稳健，这就涉及到了区域的收入、区域人口流入和租客结构，还有业态等等信息的评估。比如我们在其他州的小型办公楼就是典型的投资，租户稳定，区域经济非常的强劲，周边的5公里范围之内收入是其他州的2倍。这类项目的特点就是风险很低，但增长性有限，核心在于租赁稳健与区域的基本面，回报在8%到12%左右，不适合不追求高收益，但倾向于稳健持有，获取现金流的投资人。资产就像固定的存款，稳健安全，但别指望一夜暴富。它属于项目级别里的最低风险的级别了。所以，投资基金不能只看回报率，更要看清楚赛道。遇到过一个投资人拿北卡一个土地开发项目的收益去和我们的基金对比，我只能说这两类产品是两类产品，不是一个风险级别，没办法来硬比。所以选项目之前一定要想清楚，你要看好哪一个赛道，你要在某一条赛道上深耕，还是做差异化的配置。很多大型的基金都会在住宅的酒店、仓储和新房开发之间做组合配置，以此平衡风险和收益。如果